这是造了什么孽？哦，早上好，带大家看看我们阿卡巴的这个住宿，空间非常大，然后它这个窗帘都是电动的。这里是洗手间，然后日疗的房间，阴抹的房间，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洗手间，也是很大的。第3个洗手间，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住宅区。你看这些楼房都好整齐啊，旁边就有洲际和万豪酒店。我们昨天把衣服都给洗了，实在太多脏衣服了，在沙漠里面玩的全是沙。有一个比较奇葩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住宿，可能阿克巴它是一个经济特区，就感觉有点像中国的香港一样，它的插头啊，还有很多东西都跟约旦其他城市很不一样。我们在安曼还有在沙漠 Wadi Rum 使用的都是欧标的插头，所以都不需要转换插头。但是来到了阿克巴，发现它是英标的插座，是这种3孔的。OK， 3孔就3孔了，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房东给我们配的这种转换插头也是2孔的，所以根本就插不进去，我死插都插不进去。然后他自己家里面的这些台灯啊、电器也是2孔的普通欧标插头。然后我拔出来以后死插都插不进去，我就问房东，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用你自己家里的东西也插不进去了。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 YouTube 的教程，原来是要这样子，大家看好了，要用一个不导电的东西，在它中间这里按下去，这样就能插进去了。好奇葩！我为什么觉得奇葩？就是房东家里的家电都是欧标的插头，难道他自己每次插头的时候都要使用这种方法吗？其实阿卡巴和其他约旦城市真的有些不一样，感觉城市属性有点像深圳和香港。我发现我们在进入阿卡巴的时候，需要经过一个类似边检站一样的关卡，虽然警察没有让我们停车，但我看后面有不少车都有停下接受检查，因为它是约旦的经济特区，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沿海城市，全约旦的出口商品都是从这里输出的。虽然阿卡巴是以海滨度假与奢华酒店而闻名，但它发达的经济并不单靠旅游，因为这里的各项低税收和免税的政策，所以吸引了不少大型项目。今天我们要到阿卡巴去潜水了，要准备好各种东西。首先已经涂好了一层油腻腻的防晒，等会儿到了潜店还要补涂。在约旦旅行最好把护照随身带着，因为在经过一些军事管辖区还有高档度假村的时候，会有门卫查看我们的护照，有时候甚至会要求留下护照，出去时再交还给我们。阿卡巴的潜点都集中在南岸，这里因为保护完好的珊瑚礁、独特的海洋生物和美丽的海滩而成为闻名于世的旅游城市。南岸的潜点非常多，一次包全套装备的水肺潜水价格25至40迪纳尔不等。对于有潜水证的资深潜水者，收费会稍微低一些。我们打算先去浮潜，然后下午再去水肺。刚才一路在说这是造了什么孽？早上各种磨蹭，导致中午12点才到潜店。正午12点从潜店走到下水点这段路实在是太晒了。我要走到对面那个桥那里来跑先的。Living life 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Fuck me,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o foggy, but I've never seen clearer. 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can save me, and honestly I'm not really sure I want saving. I like to be my own worst enemy. There's no risk if you don't try at anything, so I'ma just keep buying everything. See you in the next life, hope to be a better me. I don't think that my head's on straight, gotta flip it and grip it and go and get an x-ray. What's wrong with me? I just feel weight pushing on my chest and it squeezes till I suffocate. Better change my mindset, meditate. 在大多数时间，红海都非常清澈，水温也很舒适。但我们觉得今天下水能见度不算特别高，而且对于我来说，水温还是有点冷。更重要的是，我手贱碰到了海胆，被刺伤了，所以在后半小时就没心情欣赏了，加快速度，赶紧游回去了。大多数情况下，海胆都是无毒的，虽然如此，但还是非常疼。我先回来了，我觉得太冷了，就不想潜那么久。然后刚才不小心被一个海胆蛰伤了手，然后现在要看看怎么样处理。它这里就变发黑了一块，还是有点疼呢。前店的员工用塑料片在伤口周边狠狠地敲了几分钟。目的是为了把卡在手指里的刺通过敲击震出来，然而断在我手里的刺实在太短了，所以根本没有出来，所以他们就让我把伤口在热水里泡一泡，据说伤口受热之后堵在里面的刺就会自己出来，出没出来不知道，但是过了1周后伤口基本就痊愈了。因为我觉得太冷了，而且我的手指又遮到了，就有点不想去了。期待你拍的大片。真的，来这边会毁容是很正常的，会受伤也是很正常的。对，要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态，回去慢慢修复。在浅水区看到的鱼类就已经非常丰富了，而水肺潜到更深的水域，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潜完水以后，肚子也饿了，我们要去市区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就想来看看本地人吃东西的一条街，这个有点相当于美食一条街，因为都是海鲜店啦，有点混乱。约旦菜，因为约旦。这个不错，这个是海景餐厅，透过公路就通过这个工地就可以看到海景啦。在阿卡巴的街头闲逛，有很多路人看见我们都会和我们打招呼，有些好奇的小女孩会让我们教她们怎么用中文说你好和谢谢。咱们就在这吃呗，要不然啥都有，就是而且很有市井氛围。那你让他点，不知道。我们发现这个餐厅还是挺便宜的，好多选择，所以我们打算啥都来点，都尝试一下，每样都来点。前菜给我们拿了一些腌黄瓜，枣子，一人一个大面包，看看是什么味道的。不知道是不是新鲜做出来。
妈妈里是什么鱿鱼圈？是不是就3种？这个茄泥酱 Baba Ganoush 是我们在约旦最喜欢的一道菜，几乎每一餐都会点它。无论是抹在面包上，还是配着肉沙拉一起吃，都特别好吃。它的主要原料就是熏烤过的茄子，还有芝麻酱，配合各种中东香料混在一起。我用这块大饼裹着海鲜，还有茄泥酱，还有各种沙拉，真的特别好吃。我让他赶紧上我们那个沙拉。它这个东西口味挺清淡的，感觉都没有放盐。140多块钱，一个海鲜拼盘，一盘沙拉，一个番茄酱，腌黄瓜，2个大饼，还有一个 Baba Ganoush。